这是一间神奇的旅店，年过80的佝偻老太住进旅店的房间。等她再次出来时，竟然神奇的变成了18岁的小姑娘。故事紧接上集，法迪尔在赶去旅店的途中发生车祸。等他醒来时，那个吃人的人影却早已消失不见，而他则成了现场唯一的嫌疑人。脱不开身的他，只能叫来胖警察，让他带自己赶去旅店调查同事情况。欣然接受的胖警察，却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将经历怎样的噩梦。等他来到旅店后，里面早已没有同事的身影。在走廊里小心调查的胖警察，被墙上的油画吸引，结果正当他看得入神时，油画中却喷出一股黑沫，吓得他连忙后退。紧接着，走廊中一个鬼影突然出现，随着他晃动身体，整个房子似乎也跟着一起晃动。立足不稳的胖警察跌跌撞撞地打开了旁边的房门，结果房间里的一幕瞬间惊出他一身冷汗。只见同事满脸煞白地坐在那里。到这时，胖警察才终于意识到同事已经死去。然而这一切还是太晚了，梅拉蒂已经来到他的身后，举起了手中的斧头。而梅拉蒂之所以这么做，只是为了留住他们的灵魂，为复活自己的孩子做准备。很快，第二天清晨，一个老太出现在旅店，老人名叫瓦提，是梅拉蒂儿时的好友。只见老人进到房间后，等他再次出来时，竟摇身一变，成为一个18岁的小姑娘。原来瓦提是一名女巫，这次来到旅店是专程复活梅拉蒂孩子的。随着瓦提用梅拉蒂的黑血在两人身上写下符咒，复活仪式也正式开始。可正当仪式接近尾声时，屋外却传来了枪声。原来法迪尔也赶到了旅店，而跟着他一同前来的还有那个吃人的怪物。看着怪物那熟悉的面容，法迪尔瞬间想起了他的身份，原来他就是当初住在旅店了的库斯诺医生。看着早已失踪的库斯诺，法迪尔有些不知所措，而库斯诺却并没有废话，表示自己与梅拉蒂有深仇大恨，希望法迪尔能和他合作铲除梅拉蒂，结束这恐怖的诅咒。然而法迪尔却根本不为所动，直接一枪爆了库斯诺的头。因为库斯诺在不久前刚杀了他的同事，而随着枪声响起，也成功吸引了梅拉蒂的注意。担心对方打扰仪式进行，梅拉蒂让矮子赶紧前去关闭旅店的房门。然而还是晚了一步，等矮子从地下室出来后，房门已经被撬开。拿着猎枪的法迪尔威胁矮子带他去找同事，可他的同事早已被火化。矮子无奈，只能带着法迪尔来到当初的水井房。这时水井地下传来同事的呼喊，被吸引注意力的法迪尔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走到了井口上方。等他反应过来时，梅拉蒂已经出现在门口。Saya sebenarnya tidak memilih Anda, tapi rumah ini perlu jiwa Anda。随着枪声响起，地板被成功打碎，法迪尔瞬间掉入井底，彻底消失不见。等梅拉蒂回到地下室，复活仪式已经完成，他的儿子阿里以及爱人吉特成功复活。而随着两人的复活，一直埋藏在恶灵旅店的真相也即将揭晓。而变成怪物的库斯诺也并没有死去，再次从地上醒来的他，也即将展开对梅拉蒂的疯狂报复。